好，我是易酱，欢迎大家来到易酱的小剧场。有朋友私信我说，有了 iPad 还需要 Kindle 吗？那今天的这期视频呢，就主要是来回答这个问题。今天呢，我会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在使用 iPad 以及 Kindle 用来阅读时候的一些体会。OK， 希望这个视频能够帮助到你们。先讲结论好了，我是比较推荐在大多数情况下用 Kindle 来完成你的阅读的。下面呢，我们从几个方面来对比一下在 Kindle 和在 iPad 上面的阅读体验。Kindle 的屏幕表现要比 iPad 强得多。大家可以看到，我打开的是同一本书，然后在 Kindle 上的话就会更加偏向于纸质感一点。然后因为屏幕的问题吧，因为 Kindle 它是用的电子水墨屏，就是所谓的e-ink 的技术，然后它是不伤眼睛的，就给人纸质版的阅读体验，这样就可以翻页，就还蛮纸质感的。但是 iPad 呢，它的光就是从屏幕内部发出的，你这样看其实不是很像纸质版的书啦，对，还是会有一种电子阅读的感觉。如果用 iPad 这种来看的话，看久了还是会蛮伤眼睛的。我这款 Kindle 呢是很久以前买的入门版，然后那个时候它的入门版还没有背光灯，然后看了一下现在 Kindle 的话，就所有的版本都是有背光灯的，也就是说你可以在黑暗的环境里面去看书的话也是 OK 的，因为它有内置光源。我觉得还是蛮棒的。当然呢，我不是很推荐大家在黑暗的环境中去看书，这样确实对人的眼睛这一方面呢还是不是很好。和 iPad 相比 ，Kindle 还是蛮轻便的。就 Kindle 虽然有不同的型号，但是呢，就它每个型号的重量差不多都是在160克到220克左右，但 iPad 就不一样了，它的型号可能不同的话会在450克到600克左右，就相当于你拿一款 iPad 就相当于你拿了2个到3个的 Kindle 这样子，所以手感肯定是有很大的不一样的。此外呢，除了就新出的 OASIS 版的 Kindle 它是7英寸以外，其他的 Kindle 它就是6英寸的，大家可以比较一下。对，还是小蛮多的，然后 Kindle 就比较适合单手掌握啦，但如果就这样翻书都会很方便，这样翻书。但如果是 iPad 的话，你单手掌握可能还是会不大行，毕竟它要重一点，然后也要大一点，可能就需要2只手来翻这个样子。但毕竟是平板电脑嘛，我们也不能要求太多，对吧？其次呢，就续航能力来讲的话 ，Kindle 呢也要略胜一筹。如果是 iPad， 我们知道就它充满电之后呢，可以持续8到10个小时左右。如果光用来阅读的话，可能会持续10个小时吧。但是如果是 Kindle 呢，它就充满一次电，它可以管10几天，就很方便。就比如说你出去旅个行啊，你完全就不用带充电器出门，因为它可以管很久嘛，你就不用说担心看到一半，然后 Kindle 没有电了呀之类的，还是蛮方便的。还有就是价格方面呢，Kindle 是蛮便宜的，就我这款就是最便宜的吧，当时可能买成599还是多少，然后现在它不是更新换代了嘛，现在最便宜的青春版也就600多块钱，但 iPad 就不一样了，就现在最便宜的就是2018的 iPad 嘛，然后它就要2000多，最便宜的版本32G 的，就价格还是相差蛮多的。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，就 Kindle 呢，它是不需要频繁的去更新换代的，因为它是电子水墨嘛，其实还蛮像我们家里的那种黑白的那个计算机的，对。然后你们家里总不会经常给计算机更新换代，对吧？就 Kindle 也是一样嘛，因为它的功能主要就是为了去阅读，然后只要能够实现这个功能就 OK 了，你也没有必要说一直就去换一个更新款的 Kindle 啊，这是没必要的，所以这一块它还是蛮省钱的。当然呢，说了这么多关于 Kindle 的好话，那它确实也是有一些地方是不如 iPad 的。Kindle 在阅读报纸或者说一些插图比较丰富的书籍的时候呢，那肯定表现力是不如 iPad 好的。大家可以看到，这都是2本同样的杂志吧，
然后虽然是杂志，然后它们两个的表现力是不一样的。iPad 这边可以以彩色的形式展现，然后 Kindle 这边的话，那因为它是电子水墨屏嘛，那不管你怎样去弄它，它肯定都只能是黑白色的，就不可能有彩色那么好的感染力。同时呢，报纸的排版的话，可能也会有变化，就两个同时走嘛。就这样的话，它可能是这样子的 Kindle， 然后 iPad 可能就是这样子的，就排版还是会有一点点的区别。然后不过这个还好啦，就不会影响到阅读之类的。再说做笔记方面吧，在这方面的话呢 ，iPad 就比 Kindle 要优秀很多。能看 Kindle 的话，它做笔记只有一种方式，就是按住，然后可能这样子，然后你可以等它显示出来，然后你再平时或者标注它，或者要跟别人分享它，或者直接点笔记，然后你就可以在上面去写啊你想记的笔记，这样子它的内置只有这样一种记笔记的方式。但 Kindle 就不同了，我是打开了我的比较常用的一个笔记的 app 吧，然后我可以边读书，然后边在上面做一些勾勾写写呀，或者说写写画画呀之类的，然后都是可以写上去的，就还蛮 OK 的，就可以直接在书上做笔记，或者说我可以再打开一个页面，就笔记在一旁，然后书在一旁，这一点 iPad 做的挺好的。就如果你用一个 iPad， 然后再配上一支 Apple Pencil 的话，就好用感到炸裂。它其实更像一个电子白板啊，就你可以在上面尽情的书写啊，你想写的任何东西，任何 idea 啦，任何东西，你就可以在上面书写，然后体验感是蛮棒的。所以总的来说呢，我是比较推荐，如果是光是读书的话，大家就使用 Kindle。但如果是说要记笔记，比如说是要读一些专业的书籍呀、你的教科书啊，或者是一些练习册的时候呢，我是比较推荐使用 iPad 啦，因为它确实记笔记这一块很强大。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有关 Kindle 的一些使用小技巧，那欢迎大家跟我留言。然后如果留言的人比较多的话 ，OK， 那我可能会做一期专门来讲 Kindle 的使用小技巧、小心得的一个视频。OK，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。如果说你有一些电子阅读的心得想要和我一起分享，或者说你有一些希望我来做的视频的话，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。OK， 最后来一个预告吧。下一期呢是准备拍一个关于如何提高电子设备的生产力的视频，帮你把你从电子设备的魔爪中解脱出来。OK， 我们下一次见，拜。